在这个世界上，最亲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吧。很可惜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，没有机会亲身体会到。不过我看到你跟你父亲的感情，我更确信，亲情是最可贵的。我爸性格古怪，可是对我很好。我还记得读小一那年，有个大个子男同学老爱欺负我。 每次都把我弄哭，你猜我爸爸知道后怎么做？骂他一顿。不是，他去买了100支棒棒糖给那个男同学吃，然后告诉他：“你那么勇敢，以后就当我女儿的保镖，保护她。如果没有人敢欺负她，我就再买了100支糖给你吃。”结果啊，那个男同学从此对我好到不得了，谁敢欺负我，他就去打他们。 不过后来，他牙齿全蛀坏了。你爸爸真是个妙人。哎，想喝什么？随便。虽然我爸爸后来犯了案，坐了10多年的牢，但是我每个月都去看他，跟他无所不谈。感觉中，他还是看着我长大的。只是，现在我碰到欺负我的人，不敢告诉他。 为什么呢？他好不容易才离开监牢，我不想他再回到牢里去。思婷，我觉得你有很多心事。是吗？对呀，比如说，我喜欢你啊，这是不是心事？你又来了。是真的嘛？你喜欢不喜欢我是无所谓。 反正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啊！被我吓到了。我只当童言无忌。好啊，那你就当我是年少无知好了。总之什么？总之我。 不为难你了啦。我想你跟你爸爸的感情这么好，是因为他没有遗弃你。我从没有想过这一点。不过，我承认，可能潜意识里是这样。因为，如果不是我爸爸把我带回家，我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。所以你才无法原谅你亲生的妈妈。 别提他了。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？我没办法啊，我一看到他就觉得讨厌，连话都不想跟他说。来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？糖果店。去糖果店干嘛？买100支棒棒糖。干嘛？送给欺负你的莫文婉，让他吃到牙齿都蛀掉。 买不到棒棒糖，只好用玫瑰花来取代。它能吃坏牙齿，花能干嘛？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你忘了，玫瑰花有刺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呢？你不是喜欢他吧？你又胡说了。那你就当我胡说好了。我实在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要处处帮他，处处替他说话，处处关心他？ 他也一样帮过我啊。是吗？我实在想不通，他能帮你什么？人都有软弱的时候，也都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。你真的要我去看他？他一定很开心的。他当然开心啊，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内疚了。他已经内疚了20年了。
看来我不去都不行。你做梦？今天看你好像要死这样。我是真的觉得要死掉一样。以为要死那么容易咩？你的头有没有痛？有没有肚子痛？没有，有没有全身发热啊？没有，那有没有想到要吐？也没有。就没事喽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要死掉一样。昨天我一直冒汗，今天一滴汗都没有流。可能是昨天天气太热吧？你是不是拍喜饼拍得太累了？我看你先回去休息喽。不用了，你都说了要死那么容易咩？哎呀，小婉，你要关店叫我帮忙吗？年纪大一个人看很吃力的。什么年纪大？哎，有时候我们要面对现实的。那虽然现在还是有人叫我阿迪。阿迪呀，阿姐还差不多了，还阿迪。哎呀，管他阿姐还是阿迪，总之我们心里明白，我们的青春小鸟已经不回来。所以我说，要生孩子要赶快，不然再过几年就难了。嘿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要结婚就要把握现在。神经病啊！谁要结婚啊？当然是因为米拉。有你的头啊！你自己想结婚是吗？你自己去结个够，关我屁事！当然关你的事啦！你是我的结婚对象吗？你不要哼哼，我是认真的。你简直是在做白日梦啊！你不要以为昨天晚上请我吃一顿什么皇帝餐，你今天就想要我跟你结婚哈？你想要结婚是吗？接你的死人头啊！接！哎呀，你要想想，我们将来的孩子会很可爱的嘞。心动嘞！思婷，思婷啊，你怎么会来的？婉婉，你跟思婷好好谈谈吧。你这个医生哦，为什么有事没事都往这里跑？医院空闲没？我们出去谈。为什么要跟你出去？出去。哼哼，听到没有？他叫你出去啊！你也出去啦。好，我帮你看着他啊。出去啊！思婷啊，我倒杯水给你喝啊。思婷喝水。不用了，晶晶。晶晶啊，这里让我来好了，你去厨房看看有什么要收拾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哦。思婷啊，来，喝水。你不用忙了，诺文叫我来我就来。我没有什么事要跟你说，你有什么话也不用跟我说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所以我还是走吧。思婷啊，你难得来一趟，你就坐一会儿吧。我还要跟诺文一起去别的地方。你跟他，你到底要问什么？你跟他到底，你们干嘛吞吞吐吐？你要问我跟诺文是什么关系，对吗？我爱他，他也不讨厌我，所以我们在一起，那是很自然的事啊。思婷啊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他是有未婚妻的，你们不能在一起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啊？你要问我跟诺文是什么关系，对吗？我爱他，他也不讨厌我，所以我们在一起，那是很自然的事啊。
思婷啊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他是有未婚妻的，你们不能在一起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啊？奇怪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？我不管你有多恨我，你也不能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。我现在很幸福啊，我又不是要去破坏他们，他照样可以结婚，只要他继续跟我在一起就行了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那你不是要做小的？随你怎么说。不可以啊，你这样做会很吃亏的。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种观念？只要我爱他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。那他也答应跟你？男人个个都爱玩，只要不给他们带来麻烦和负担，为什么不呢？人生那么短暂，何必畏首畏尾，怕这个怕那个？我走了。思婷啊，你不能乱来，你这样做你只会害了你自己啊！我乱来？你年轻的时候还不是一样？你还不是跟有妇之夫搞在一起？你还不是生下了一个私生女，再把她丢掉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呢？我只不过是得到了那遗传罢了。我们走吧。走。这么小晚你很累啊？不要紧，等下我带你去 SPA 那边松懈一下。王满，没事吧？有什么事关你什么事？请你不要吵了，跟王婉讲话。有什么好讲的？他都不欢迎你，走啦！王婉，你们怎么样了？哦，滚！滚！我滚啊！走吧，别跟他多说了。走吧。还不走？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我只是跟他说是你劝我来看他的，就这样罢了。如果你决定不照实跟我说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生气了？我只是感到很失望。算了吧，他既然这样对你，你就不要再管我们的事了。反正我也不需要多一个妈妈，他也不会在乎有没有一个女儿的。你不要给他骗了，他虽然口口声声说关心我，可是他心里根本就很抗拒我的存在，所以到现在他还不敢让他那些妹妹知道我是他的女儿。我跟他说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不在乎你有未婚妻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不知道，也许只是想看他生气的样子。也许我妒忌你对他那么好。老实说，我也搞不清。你知不知道他有高血压，心脏也不好，而且还有暴食症。他一受到刺激就会吃个不停的。是吗？你怕我气死他？那你不要再逼我去看他，那就没事了。你太任性了，也太……无知，对吗？诺文，算了吧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无知少女。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，在他心目中一直都把我想象得很美好。我聪明、漂亮，大学毕业，有份好工作，这也许就是他引以为傲的女儿。但这些都是假象。事实上，正如我告诉你的，我现在跟一个大我30、40岁的老头同居，而他也不是我第一个男人。我很烂，我不是他想象中的女儿，所以为什么不让现状保持下去，让他把我想象的美好一点？这样对他的心脏不是更好吗？对不起，蕾蕾，你被打了一巴掌。再见。怎么会有那么不
要脸的男人呢？哎呦，你不要气啦，待会儿我带你去 SPA 那边轻松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吃皇帝宴。这皇帝有30道菜吗？昨晚我们只吃了5道，今晚继续。好，去吃个痛快。 Yes。大姐，大姐，昨天晚上那道什么飞龙在做，真的太好吃了，我想到都要流口水了。现在你说那飞龙啊，可是黑龙江的松鸡嘞，非常珍贵，以前是受保护动物，因为现在培植成功，我们才有机会吃嘛，我们真的很幸运。不然我们现在就去吃了。不说好先去 SPA 的咩？拔什么拔了？泡在水里被饱咩？那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叫我的师傅准备。去打。晶晶啊，晶晶，啊，晶晶，走了也不会说一声。哎，喂，你这个人哦，真的很不要脸呢，给人家打了一巴还来啊，你脸皮真厚。文婉，我能不能跟你谈谈啊？对不起，他没空。文婉， Hello， 我们2个要去吃皇帝宴。又是皇帝宴，昨晚不是吃了吗？皇帝宴当然是要吃足1个星期啦，不然叫做皇帝。你不能让他继续这样吃下去的。文婉啊，我跟你不要管他，我们走。听到了没有？失去点 ，OK？ 文婉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你不能再暴饮暴食了。这个人根本不是安好心的。喂，我慎重警告你啊！我上回试看在婉婉份上才不跟你计较。你说我不安好心，凭你这句话，我就可以告你。好了，不用说那么多废话，走了。还想跟啊？不要脸！哼！小婉来，今天我们要大吃一顿。哎，小婉，你有没有闻到这炖飞龙的味道？是不是美妙到形容不出来呢？有啦，你快点进去拿出来，我肚子快饿扁啦。好，那你先等一下，我去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哈。快点！ OK 没有东西吃真的是辛苦啊。连花生都特别好吃。婉婉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冷静听我说，思婷跟你说的都不是真实的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难道你真的认为我是那种会玩弄感情的人吗？是咯，要不是我亲眼看到，我绝对不会相信啊。我的眼睛又没有瞎，又没有近视，你说我应该相信你的嘴巴，还是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呢？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你的无耻了。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哦，你是不是说那天？婉婉，你真的误会了。误会？那你说我误会了什么？思婷她主动投进你的怀里让你抱，你是不是想说这些啊？所以你就来者不拒，有的抱就抱喽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什么？又想结结巴巴来博取同情啊？我现在都怀疑啊，你的结巴是假的，是装出来骗女孩子的。我思婷她年轻漂亮，不懂事，又崇拜你啊，又不会破坏你跟何医生之间的感情，所以你就想趁机占她便宜。她入世未深，看不出你是这种卑鄙小人啊。但是我莫婉婉，我看的男人多了，你不要在我面前演戏哈。我演什么戏？怕我在何医生面前拆穿你了？被我看穿了是吗？我最了解你们这种男人了，又想玩女人，又怕身边的女人跑掉，所以最好是能够又左拥右抱，又没有人知道，对吗？婉婉，
喂，你真的是超级跟屁虫！我们来吃饭，你都跟到来这里，你这种行为真的是佛都有火。婉婉，别生气，飞龙还在炖，先用这个顶着哈。这个人让我来对付，那我问你，婉婉到底是你什么人？是你女朋友还是你老婆啊？哈，为什么我追她你要干涉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我好欺负哈。上回我已经让你3分了，这回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你以为我好欺负啊？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数3声，你马上给我消失，不然我要你尝尝我的厉害。1、2、3。不发威当我是病猫。哼！不要吃了。你放下，不要吃。你真的是多管闲事嘞！不要吃啊！不要拿了。哎，让你做什么？让你管！不要害他。哎呀，让你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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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太过分了！婉婉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小心小心，起来啊！哪里痛？脚痛啊？哦。嗷！做梦呢？啊？哦，他扛到了，快扶他起来！吐着。怎么样啊？没事了。我要告你谋杀。难怪我的相叔说我今天出门会遇灾星啊！原来他就是那个灾星，扫把星。你也真是的了，我以为你只是说要报警下单，那你知道真的来报，搞到大家都那么麻烦。你也亲眼看到他想谋杀我吗？不报警行吗？什么谋杀？如果他不救你，早就完蛋了你。他不救我，他就是杀人犯。婉婉，刚才你不应该替他说话的，让他受点教训也好吗？我不是在帮他，我是说出事实啊！如果你真的被梗死的话，那杀人犯应该是我，是我这个大肥婆压死你的。哎呦，你想到哪里去？如果我死了，他就可以把一切推得一干二净了。所以我说啊，他这个人真是毒啊！他真的是人面兽心，斯文败类。喂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说什么？姐，算了，我们走。诺文，你对婉婉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如果他还是那么不领情的话，那也没有办法，你就不要再自讨没趣了。不，即使是普通的病人，我们也不应该放弃他啊！更何况他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不能眼看着他的暴食症越来越严重，都完全不理嘛。那问题是，他把你当朋友吗？别这扫把星这样一搞啊，都快饿坏了。我们继续吃我们的皇帝餐 ，OK？ 喂，我现在在外面，什么事啊？啊，晶晶，她不是回去了吗？有没有去找阿明，还是去买东西？不要大惊小怪啦，我吃完晚餐就回去了。哦，拜拜。先让我换件衣服，我们一起出去找找吧。他们呢？出去了，全部出去。全家出动。晶晶呢？她最喜欢看这部连续剧了，她也出去啊？他还没有回来，啊？所以他们才出去找他喽。你是说晶晶一直都没有回来？玲玲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喽？
我以为他出去买东西吗？对呀，不过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，看电视连续剧的时间他也没有出现。那就有问题了。对呀，所以所有的人都出去找他喽。那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？我是联络中心，他们在外面有什么状况就打回来跟我报告。那你为什么不会打一个电话给我？大姐，你这一下你的 handphone 你都没有开呀。跟我吵架之后，心情不好，说不定啊。喂？什么？跳楼？在大排几号？啊？好，我马上通知他们，叫他们马上赶去。好。哎，大姐，你不会有事吧？你要顶住啊！现在大家都很忙，你不可以倒下去的。晶晶跳楼啊！不是，杨洋打电话来，他在值班，他说有人在大排77号跳楼，他现在马上赶过去看了。不一定是晶晶啊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啦。我要去看啊！你可以吗？可以。来，起来，小心点。好像看到什么想去跳楼啊？没有人跳楼，在哪里？在那边呢。我们的家。妈，晶晶，阿明哥在那里啊！晶晶。二姐，那边有没有晶晶的消息啊？没有啊，不过刚才洋洋打来说，大排77那边好像有人跳楼，我们想过去看看。跳楼？晶晶为什么要跳楼啊？哎呀，不会的啦，晶晶不会做傻事的。不过我看我们还是过去看看比较好。走。哎，蓉蓉，你没事吧？二姐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知道四姐心里面还是想着小新的。昨天她喝醉酒，她说她不想嫁给阿明，我真的很担心她。哎呀，晶晶不会有事的，没事的啦啊，快点走吧。蓉蓉，大姐是不是在哭啊？晶晶，大姐，晶晶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啦。晶晶为什么要跑去跳楼？不，你不要乱说，当然不是他了。洋洋打过电话来了，说跳楼的是一个老人，叫我不要去看了。吓死我了！我看到大姐你在哭，还以为晶晶。我一想到晶晶她不见了，我还在那边大吃大喝，我不是难过喽？哎呀，那个晶晶也真是的，这么迟了不知道跑去哪里，又不打电话回来。大姐啊，你今天是最后一个看到晶晶的，你想一下，她走的时候有没有神情什么不对啊？我连她什么时候走我都不知道，我只记得她一直说她好像很累，好像要死掉一样啊。大姐，四姐怎么会这么说呢？我问她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，她又说没有，只是一直说她好像要死掉了。哎呀，惨了！晶晶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的。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啊？这辈子都娶不到老婆了吗？哎呀，你呀，怎么还这副死样子？为了一点事情你就要死要活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找到四姐。如果你只是在这边哭哭啼啼，关心自己有没有老婆命的话，就给我滚回去！你凭什么这么骂人呢？我知道你现在跟洋洋在一起又幸福又快乐。我本来可以娶到一个好老婆的，现在他又说要去自杀，我好命苦啊，命苦啊！我给你气死了！哎呀，我大姐，我看我还是在分头找找吧。哎呀，我们去那边找，你们再回去那边找吧。走。哎呀！哎，你们等等我！等等我！大姐。
姐，大姐，静静，四姐，静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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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乱叫啊！为什么不要叫？你没有看到吗？街边都插满了蜡烛。今天刚好是农历7月初1中元节啊，好兄弟们都在享受祭品，你不要乱叫，打扰到他们啊！要不然怎样？万一给他们听错了，以为我们在叫他们，待会儿跟我们一起回去，那就惨了。好兄弟、好姐妹，我们势不得已经过此地啊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怕鬼你就先回去了。对不起。喂，你现在是害怕找不到晶晶，还是害怕鬼上身？你是担心晶晶，还是担心你自己嘛？好了，小慧，算了算了。大姐啊，我看你很辛苦啊，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啦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只是吃得太饱。哎，我这个死肥婆，我一听到有的吃就可以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理，连今天什么时候走，去了哪里我都不知道。我整天只会吃，我真的是没有用，没有用啊！大姐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，你也没有想到晶晶会不见吗？大姐，你想一下，晶晶最近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啊？他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快点想晶晶会去哪里？我想不到啊。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去哪里啊？我们哪里也没去啊，最多也是在这附近走走而已啊。有没有去海边啊、蓄水池、河畔之类的？还没有去过。那你就再去附近找找。刚才不是找过了吗？找过不能再找啊。可以。那你还在这里，快去啊！大姐，我到附近再找找看啊。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看他一点都不了解四姐，哪里像是要结婚的嘛？晶晶昨天一直说，她不想嫁给阿明啊。四姐不是自愿的。哪里知道？这晶晶啊，她傻傻的，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些什么。当初也是她自己说要嫁给他的，我已经问过她很多次了。我还跟她说，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一定要考虑清楚啊。我再怎么霸道，也不会逼她去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嘛。可是她一直跟我说，她已经想通了，她要嫁了。谁知道昨天人家来下聘，她突然间说她不想嫁了。人家酒席也定了，喜帖都发了，连4点金都已经买好了，你要我怎么去跟人家交代？所以不是大骂他一顿哦。我这个人，大姐，你也知道的，不是什么好女人。为了出国，就答应嫁给阿明。我并不爱他，但是为了达到目的，也就什么都不管了。天天对着一个自己不爱的人，那种感觉，大姐，你不会体会到的。不过这也不能怪别人，是我自己自找的。我也是逼不得已才这样做。可是四姐不用这样呢。如果她不喜欢阿明，就不要嫁给他，那是一辈子的事情了。如果要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过30年、40年，那不是太残忍了吗？其实我也不想要嫁过去之后得不到幸福啊。我
这个妹妹，她小时候就得了一场大病，病好之后头脑就不灵了。我怕她给人家欺负，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。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她，最疼的也是她。她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，什么都可以谈的。可是你看，现在都10点多了，她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喂？什么？回来啦？是啊，大姐，我一开门就看到晶晶她站在门外，样子怪怪的，她吓我一跳。那你叫她听。哦，好，晶晶，大姐叫你听电话。哎，晶晶，大姐叫你听电话。大姐啊，她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，她现在已经进房了。那你有没有听到房门嘣的一声？哎，她好像游魂一样。有你的死人头了！我现在回来啊。晶晶回来啦。那就好啦。好啊，晶晶怎样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她刚才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讲，就走进房间了。晶晶啊，晶晶，跑去哪里了？四姐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姐，你看晶晶年轻纯白的。所以刚才我才会说她像游魂一样啊！我打开门的时候，她呆呆的站在外面，样子好奇怪啊，她吓我一跳啊！好了，不要胡说了。哎呦，她怎么全身冷冷的啊？晶晶，柔柔，去泡一杯热玛露给她啦。咖啡一点啊。晶晶啊，晶晶，你跑去哪里啊？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回来？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啊。晶晶，你说句话，你怎么了？整个下午去了哪里？你担心死我们了。你怎么了？她会不会给东西吓到啊？惨了惨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撞到哪一个？哎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？今天啊是7月初1啊。哦，你是说她撞到鬼啊？哎呀，撞到鬼还好，找个和尚念念经就没有事了。我是担心她撞到色狼啊！哎呀，你有完没完？哎呀，我是说真话。哎，你看她这个样子，你们呐，还是最好给她检查检查。出去，叫门出去。出去啊！出去吧。晶晶啊，晶晶啊，你真的不是以为晶晶？你看她整个人傻傻的，我真的担心啊，被人家骗了。哎，先过来坐吧。我跟晶晶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要是晶晶她……哎呀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又不是真的。哎，如果是真的，也是没有办法。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犯罪新闻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很多人失业，一个人穷起来呀，很容易犯罪的嘛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那些非法的外国劳工，他们偷偷的跑到这里呀。你看，新加坡人本身自己都没有工作了，还带来那么多的社会问题，好像偷啦、抢啦、非礼啦、强奸啦。强奸？不会吧？有什么奇怪啊？你没有看警方所发表的最新数字吗？强奸案率啊，已经上升到吓死人的地步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很多人呐失业，没钱呢，连嫖妓的钱也没有了，不是向那些良家妇女下手喽。哎呦，所以我说啊，如果新加坡的经济一直没有好转的话，那些女人呐最好是不要出门，很危险的。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如果是真的碰上了，也没有办法了。我讲给你听啊，希望你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。哎，不过现在的社会开放，有很多女性啊，她们在婚前就已经有性经验了，所以你要在新加坡找一个处女做老婆，已经很难了。所以啊，很多男人啊跑去越南找老婆，而且要医生啊给他们的老婆检验是不是处女，要不然就不娶她。哎，这一点我是真的反对，实在太过分了。这些男人呐，很多自己都不是处男呢，他有什么资格要求这个女的是一个处女呢？真是的。哎，好像你啊，你离过婚，如果晶晶真的被强奸的话，你也不应该嫌弃她的吗？姐夫，啊？你很过分哎！
哎呀，我只是说会有这样的可能嘛。喂，柔柔，人呢就是不喜欢听真话。哎，怎么样？晶晶有没有背什么？你就紧张这个？哦，晶晶看起来好好的，不像是。那就好。哎呀，你们这样看不准的。哎，最好呢是给医生检查。你可以不要乱说话嘛！大姐已经够担心了，还在那边火上添油。不说就不说。怎么样啊，晶晶？还冷不冷啊？喝点热买肉吧。大姐喂你哦。来，再来一口。姐，我这边有。再来一口好不好？晶晶，怎么了？昨天好好的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晶晶，我是阿明啊，晶晶，晶晶，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大姐啊，我看还送师姐去医院吧。是啊，还是送医院吧。晶晶，没事，他没事。没事啊？没事，只是血压低了一点，其他一切都很正常。你没有看到他脸青青吗？那是贫血，我开一点 iron tablet 给他吃。那你有没有 check 清楚啊？看他是不是给人，好像非礼什么啊 ？check 了，没事。啊，那医生他需不需要住院啊？哦，不用，回家休息就行了。Next。哎，医生啊，你到底有没有检查清楚啊？你看我妹妹她脸青青，她嘴唇白白的，啊，下去的东西全部都凸出来，你还说她没事啊？姐，我们出去再说吧，哈，出去再说吧。对不起啊，医生。是不是真的没事啊？你看她这个样子。不要担心。晶晶啊，柔柔现在去拿药，拿了药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现在怎么样？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还是你要喝点东西吗？晶晶，你不要吓大姐嘞！我在跟你讲话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应一应我好不好？姐，你别担心啦。刚才医生不是说他会没事的吗？走了多久，已不记得。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？想了很久。不是说好了，说好的，怎么转了个身还是变了？说真的，快不快乐如何？这不是你的，是我的，到后来也不会是永远的，路还是要走的，不管天气是怎样的，风景。